今个我给用的。朋友们好，我是石头。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都在江边改造这栋老房子，每天发的视频啊，大家看了之后都说这栋房子实在太破旧了，干脆把它拆了，然后推倒重建吧，这样子要更好些。实际上，细心的朋友应该都发现啊，我在视频里面或者评论里面都说过啊，这栋房子是不能够拆的，只能在它原有的基础之上进行改造装修。所以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之前呢做了一些基础，也在基础之上呢砌了砖，而且啊，上一期的视频我们还给这栋房子呢配了一个发粪池。发粪池呢，今天也可以砌砖了。师傅他们就在那边做工，待会儿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老花园，那包进来了。别看这栋房子没多大，但是所要用到的材料是非常多的。我们之前拿过来很多砖，还有很多沙子，几乎啊都用完了。现在师傅呢在这边搅拌一些水泥砂浆，我们要在里面房间的位置有一些窗铺要打一些过梁。这边啊，今天是有3个师傅砌砖。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位置呢，是扩建的位置，也是房子的前沿部分，扩建了将近1.2米左右。这边啊，我们是准备做一个全落地窗，很大的窗户，坐在房间里面就可以看到江面的。到时呢，买非常大的一扇玻璃过来安装。这栋房子啊，我们想到了一个方案，准备要把它整体抬高一些。以前啊，这栋房子它离地太低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立柱呢基本上是贴着地面了。我们准备把这栋房子呢给它提高，然后呢整栋房子全部装上木地板，这样子呢住在里面要干燥舒适一些。相当于我们要把这栋房子给抬起来啊，这个工程量是非常大的。到时呢我也会拍成视频，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究竟怎么去把这栋房子给抬起来。刚刚搅拌的水泥砂浆呢，就是打这个过梁，上面呢已经装好了膜。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边的门呢，感觉是挺高的。实际上我们把木房子整体抬高20多公分左右，这边啊就不会有那么高了。这背后呢是一个公用的卫生间，全部是砖结构的。那边呢是一个干湿分离的淋浴地方，前面呢是一个马桶。实际上在淋浴的那个位置我们预留了管道，在那边呢也有一个灯便池，前面呢是个马桶，这边呢是一个地漏，这里呢是一个洗脸盆，所以这边呢要装洗脸盆的镜子，我们就不留窗户了。在淋浴的地方我们是留了一扇小窗户。这个顶啊，到时候我们要用领子给它全部架在上面，然后呢铺上楼板。
上面呢就不打橡胶板了。这个卫生间呢，相当于是占用了整个堂屋将近有50公分左右的一个尺寸，所以整个堂屋呢现在是小了一点点。我们要抓紧时间把厨房给建好，然后呢要把现在煮饭的这些锅碗瓢盆啊，还有一些工具全部要搬过去。厨房的位置啊，基本上整个框架结构已经出来了，并且砖呢已经都封好了。走过去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一间啊，我觉得也有必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呢，之前我们是想到留2个房间的，但是后面想了想，房间太多了，我们活动的空间就相对也就少了，所以这边呢，我们准备做一个过道，然后呢，靠近外面的位置，我们是留了全落地窗，这边就是一个活动的空间，有朋友过来呢，可以在这边喝喝茶，然后这里做了个过道，走到那边餐厅的位置。这背后呢就是一个房间，这一面木板墙呢要全部给它拆掉，然后房间扩展的位置到了这里，背后呢留了一个大窗户。看整个房间呢这样子就非常宽了，很大的一间房。这间房呢也是全部装上木地板，所以在最底下我们是留了排气孔。这边的砖啊基本上已经全部砌好了，上面留的位置是砖模，打一个窗户的过梁。这些墙板啊还有立柱能保留我们尽可能的保留，多余的坏掉了不需要的我们再给它拆掉换新的。这里呢以后也是一个过道，可以走到厨房这边。整个厨房呢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区域了，非常的宽，将近有5到60个平方左右，开放式的厨房。我们准备把灶台呢可能会紧挨着背后的墙来砌，然后呢前面是一个自由活动的空间，有朋友过来在这边聚一聚，一起吃饭聊聊天喝喝茶，更靠近江面。看这个窗户非常的大把，达到了3米多的一个宽度。这边也有一扇大窗户啊。整个厨房这边的砖墙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高度，2.6米左右。这边也是一个窗户。这个厨房上面呢，要打上橡胶板，做一个阳台。以后呢，我们要做楼梯，可以跑到上面去，可以看看，就是说在这个阳台上面可以看看远处的一些风景，因为更高嘛，视野更好，也可以做一个休息台，甚至以后我们可以在这个顶上呢做一个凉亭。今天早早的一来，我们就开始搭建这些脚手架，还是方便了许多。所以之前我们买了很多领子，现在全部都用上了。这些领子通过计算了之后多买了一些，基本上是反复的利用，可以利用好几次呢。最后呢，又把这些领子用来铺楼枕。所以大家问我改造房子要怎么去做一些什么工作，实际上从早早的在心里面都要有个计划，是不是啊？把这些事情安排好，这些脚手架呢就不需要租了，这些领子完全都可以用了，是不是啊？反复的利用，最后呢就用来铺楼，铺楼之后就全部放在楼板底下了。一到下午江里面游泳的人特别多。
这个天气啊，在户外做工也是特别辛苦的。这个温度差不多是36、7度左右。现在我们走到下面，给大家看一下，有2个师傅在这边砌发粪池。之前是提前做了一个基础，我们是用2天的时间把这个发粪池的位置给挖出来，然后打了一个垫层。现在是砌砖了。这个发粪池啊，砌好了之后，将近也需要200多块这样的水泥砖。在边上呢，我们是用水泥砂浆打了一个基础，这样子呢更牢固一些。里面是做隔断式的，相当于是有沉淀舱啊、过滤舱这样子的，把它中间给隔开。大概做了一个1米多的高度。整个发粪池呢，我们要给它从中间隔开，做3格。里面呢也需要粉刷的。实际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发粪池建好了之后啊，刚好是平了地面，在上面呢用预制板给盖起来，然后呢上面完全给它封住。整个这个厨房的下方呢再做一个硬化，在这底下做一个杂物间，放点东西，还是挺不错的。你们觉得呢？好了，那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喜欢的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啊，我们最近一段时间都在江边改造一栋老房子。其实我们改造的房子就在镜头的前方，只是这里被挡住了。同一个村子这边有一栋闲置的房屋，看，这是当地老百姓收的玉米，放在院坝里面晒干。这栋房子呢，我们每天都要从它的旁边经过。这是进入村子的道路，宽呢5米左右，都是水泥路面，有点弯曲，还是比较好走的。这栋房子啊是砖结构的平房，3开间，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卧室，那边还有一处偏房。房子的背后呢还有一处偏房，也是他们家的旱厕还有猪圈的所在地。门口呢已经是用水泥做了硬化，整个院坝呢将近宽有60个平方左右，在门口的位置有一根电线杆，还挺高的。这边呢有一条进村的道路，再过去呢就是一块地，之前呢种的是玉米，再过去就是清水江的江面了。门口的视野也是非常好的，当然和我们正在改造的房子还是有点感觉没有我们那栋房子视野那么好吧。这栋房子的改造呢就比我们那栋房子要简单多了，因为是砖结构的房屋，基本上重新粉刷重新盖瓦就可以了。而且这边的窗户啊留的也比较大，但是这样的玻璃估计透光性不太好，甚至有在想这样的窗户给它加宽一些可能会更好。在农村里面建房子，大门呢一般都是6扇，平时打开中间的2扇，其他的是全部锁了，这样子进出是比较方便。这栋房子的楼层高度将近有4米左右，开间呢堂屋是4.5米，两边呢是4米。
这边的偏房是非常小的，只有一道门可以进去，在背后呢也是邻居家的房子。我们来了这么久啊，这栋房子一直是没有开过门，房子是没人住的，也不知道他们家是否建了新房。看这边走进去的话，就是相当于一个杂物间，只是把这块位置给利用起来。现在堆放的是一些柴，到冬天呢用来烧火的。旁边的砖结构呢是没有做粉刷，房子里面应该是粉刷过了。现在大门紧闭啊，我们也是无法进去的。其实整个村子啊还是挺大的，通过航拍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好几十户人家，基本上房子呢都是紧挨着建在一起，每家每户呢都有独立的小院，基本上也不打围墙。在农村里面这一点还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每家人啊都是在自己的一个空间里面去进行一些劳作啊，一些活动，也不会去影响别人。像这栋房子啊，旁边就是一条进村的道路，过往的车辆呢是比较少的，因为这栋房子的背后呢才是进村的主路，这边靠近河边，基本上是没有邻居了，所以这边的车子是非常少。这栋房子啊，距离城里将近有16公里，距离镇上有7公里左右，交通还是挺便利的。这边呢是土家族聚居地，从这边走过来啊，也是他们家的一个偏房。这背后呢，以前是养猪养牛的地方。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堆的呢也是乱七八糟的，有些柴火啊之类的。看，这是冬天烧火的。这边也是一处偏房，里面呢基本上没啥东西了，而且这边的屋顶呢全部都已经坏掉了。这个偏房啊，它的背后是很矮的，将近也就1米的高度左右。这一台机器应该是之前干嘛用的？大家有认识的吗？可能是割一些稻草之类的，对不对？这栋房子啊，我听邻居家说，闲置的时间呢，将近也有7、8年了。从它屋顶上的瓦片呢，也可以看得出，房子还是好长时间没有住人啊。没有整理，所以说这栋房子如果需要住人的话，这屋顶上的瓦片呢、顶条还有瓦条呢，都需要给它换掉。算是一栋闹中取静的房子，虽然有独立的院子，但是距离邻居也是挺近的。只能找到电话，然后呢通过和主人家在电话里面联系，看看他究竟什么样的想法，想不想把这栋房子给租出去。这个屋檐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没有砖结构的挑梁，全部都是木质结构做的，不知道这样子牢不牢固，而且看得出它以前是搭建了木条子，做了一个架子，应该是做简单的一个装修。像那边肯定需要换掉了。一般啊，像农村里面建砖房，它的挑檐位置都需要用钢筋混凝土打出来的，但是这栋房子呢，完全是用木质结构来做这个挑檐，而且这栋房子的前面部分屋顶上的瓦片是凹凸不平，看得出啊，它的领子大部分应该是坏掉了的。上面盖的也是本地的青瓦，虽然瓦片比较厚啊，但是领子和瓦条都坏掉了。如果要住的话，必须要重新
来修这个屋顶了。这旁边啊也有一户人家，基本上都靠得很近。如果喜欢独门独院的一些朋友啊，可能这样的一栋房子对于大家来说还不是特别的理想，你们觉得呢？这栋房子啊是坐东朝西，到下午算是比较热的。整个村子啊基本上都是这样子一个建造，因为所有的房子都是面朝着大河，背靠着大山。这边是西南方向，所以整个村子到了下午还是比较热的。看整个小村子还是非常的漂亮，家家户户呢都是建了小洋楼。以前这边啊大部分也都是木房子，现在条件是越来越好了。这个天气啊，在户外拍视频，车子我都不敢熄火，因为实在太热了。现在我们走到江边，给大家看一下江面的景色究竟怎么样。我把车子也开到江边来了。实际上整个村子里面的道路是四通八达的，这边的道路更宽一些，平时我们拉材料都是走这条路。当然每天进村我是走这边，这边更近一些。这里啊都是当地老乡的苞米地，我们改造的房子就在镜头的前方。这栋房子啊距离我们改造房子大概也就200多米，很近的。走到江边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啊平时洗澡的人是比较多的。整个村子啊像这样的码头有4个5个呢。平时每到傍晚，这边洗澡游泳的人特别多。这几天啊我们这边是刚刚下过一场大雨，前些天整个江面啊水是非常浑浊的，大概间隔了1个星期左右吧。现在江面的水是越来越清澈了，估计再过2-3天又会回到之前清澈见底。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江里面很多小鱼啊游来游去，对不对？这条江啊叫做清水江，整个这边的江面宽度呢将近有300米左右，深度呢也有20多米。这边是天然形成的一处崖壁，景色还是非常不错的。这边底下有一座水坝，平时呢会发电，基本上每天都会放水，所以这边的水呢是流动的。这条清水江的上游呢是贵州，到了我们湖南之后就并入了幽水河，最后呢流入了洞庭湖。再过去呢是花园的县城，从花园的县城再下去就到了保定的幽水河。其实啊整个村子的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大家喜欢这样的环境吗？欢迎大家有时间啊来到湘西这边来体验一下农村的生活，到这边来玩一玩看一看。那这期的视频呢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喜欢的还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啊，我是石头。这栋房子啊真的太难找了，就在我的身后，这边连路都找不到了，这边的杂草长得比我还高。这是我们本地的一个朋友看了我的视频之后啊找到我，然后呢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家的这栋房子闲置了多年，放着挺可惜的。他说看有没有人能在这边给他打理一下房子，出租也可以，还有呢把它转让了也可以。这栋房子呢距离城里将近也就3公里左右吧，交通还是挺便利的，只是进入房子的道路呢实在是
杂草丛生，现在是无法进来。转个镜头给大家看一下，看那边就是一个工业园，正在建房子，这边是进入房子的道路，全部都是这么深的杂草，比我还高呢。而且这边啊，毛坯路大概有5米宽左右，修一下还是可以进来的。房子就在镜头的前方，那我们现在走进去给大家看一下。房子的旁边啊，有一小块空地，都是他们家的，种了一些橘子树，还有桂花树。这位朋友说，他们家的这栋房子啊，闲置了有很多年了，一直没在这边住。底下是一个小河沟，刚才我看了一下，现在是没有水了。他只是大概给我说了一下位置，我找过来的时候四处问邻居。在这栋房子的旁边呢，是有一户人家，距离将近有200米远左右，就在那边方向，但是现在是看不到了。这栋房子是通水通电，大家不用担心的啊。电线杆呢就在这边。3开间的砖房，1层楼的，上面盖的是本地的青瓦，有一处厢房。整个院子啊还挺宽的，将近有70-80个平方左右。以前是做过硬化，这边呢有自来水管，但是管子已经是断掉了。刚才我所说的小河沟呢，应该就是这下方。估计下雨的时候还是有水，现在呢已经干了。院子的外面呢都是长满了这样的一些灌木啊，还有小乔木。哎，好多蚊子。这栋房子啊，因为距离城里很近，所以呢把这条路修一下，车子是可以开到院子里面的，而且进城里面买东西也很方便。这里啊杂草丛生，实在蚊子太多了，我拍了一会儿视频，到处脸上手上都是蚊子。这边啊虽然距离城里很近，但是这也是属于农村了。大家可以听一下丛林当中知了的声音，很好听，对不对？这门口因为长时间没人打理，这些灌木丛杂草都长到院子里面了。还好以前这边是做了硬化，要不然站在外面都看不到这栋房子。刚才我看了一下，这栋房子的屋顶啊，基本上瓦片都已经全部烂掉了。如果要在这边住人的话，需要重新换掉瓦片，内部呢还是需要重新装修的。我的朋友说，这栋房子如果转让的话，估计要10个 W 左右。想想好像也可以，因为距离城里大概也就2-3公里吧，很方便。现在农村里面找一套房子不容易，在城里面随便买一套商品房的话，最少都要50-60万。那如果花个10万块钱左右买这样的一栋老房子，然后呢再花个20-30万给它重新修一下，还是挺不错的，对不对啊？开车到城里面将近也就5分钟左右的路程吧。看，这是厢房，以前呢也是他们家的一个灶台。这边有个房间的，但是没有门，砌好了之后整个墙面呢也没有粉刷。蚊子实在太多了。这个灶台呢有3颗灶，都是烧柴火的，前面呢是炒菜的，中间煮饭，背后呢是养猪，平时给猪煮一点猪食的。看这背后呢是他们家的旱厕，还有猪圈。以前农村里面都是养猪的，但是这边的屋顶呢全部都坏掉了，上面的瓦片呢也掉了下来。
我们就不进去看了。哦，这个位置可以看一下，因为有一处那个偏房，房子是背靠着山体，排水沟也做得挺好的，重新清理一下就可以了，不用担心啊这边的泥石流，因为都是山石嘛。这栋房子是砖结构，但是外墙呢是没有粉刷的。哦哟，很破旧的房子，房子的进深将近有7到8米左右，很简陋，中间是没有隔开的，上面呢也没有铺楼板，墙面呢做了一个简单的粉刷，楼层高度将近有3.5米到4米左右，上面呢盖的是青瓦。2层呢基本上是用不了，楼层高度不够，做房间肯定是不行。这边过去啊就是堂屋了，这个堂屋呢也差不多的一个进深，相当于这栋房子呢只有3间，地面呢还是做了一个硬化，但是这边的堂屋啊上面是做了一个吊顶，长时间没打理，上面雨水浸泡，这些楼板全部都坏掉了。这边呢也是一间，这栋房子啊只有2个卧室1个客厅，实际上这么大的房间从中间做隔断还是可以做出2个房间的，这样子房间太大了，有点浪费了，差不多有40到50个平方左右一个房间。墙壁上呢贴的有些画，非常简陋的房子。这边的窗户啊留的也不是特别大，如果重新装修改造的话，这样的窗户呢是可以加宽的，学海无涯。这边的门也是以前老式的木门，纯实木的。房子内部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还是走出去给大家看一下吧。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这个窗户好像是被人拆了一样的，可能这边是有钢筋，别人把它拆了，然后把窗户的给当废铁给它卖掉了，是不是啊？这个朋友说啊，这栋房子确实太长时间没居住了。其实房子的开间呢将近有4米左右，堂屋呢差不多有4.5米。从外墙看感觉还可以，但是内部呢确实很简陋。这边是有一个淋浴的地方，这应该是后期加建的，但是这边的排水啊各方面好像都没有做好，很简陋。这旁边这块地啊是他们家的，将近有大概1分多地左右吧，整理出来的话可以做菜地，也可以做停车场。再去看一下那边厢房的侧面，这边有棵树还挺大的，应该冬天都不会落叶。哦，这边就是一座石头坎了，他们家砌的宝坎，距离底下的小河道将近高2米左右，基本上这边是用不了什么了。这个院坝如果要扩建的话还是可以的，这边如果修一座桥直接通往对面，对面就是很宽的马路了，我的车呢就停在那边，
还是挺不错的一个院子。我觉得像这样的一栋房子，如果花个10个 W 买下来的话，相当于就买了一个地基吧，其他基本上都需要重建。这栋房子呢，看主体还不错，重新给它加固维修还是可以的。朋友们，如果花10万把这栋房子给买下来，然后整体全部重新装修，再修这条马路进来，你们觉得究竟怎么样呢？好了，这期的视频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喜欢的还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这次他不要给我们看。那个话，不对，咱不对，那看一点，我帮你发一点，他给，还有对头。朋友们好，我是石头。这2天啊，依然是很忙，忙着改造江边的这栋房子。只是我的视频没有拍的那么勤而已。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块橡胶板，包括我脚底下踩的地梁，全部都是同一天打好的，并且这几天呢，我们都是每天浇2、3遍的水，给这些橡胶板做一个保养。前几期视频我不是提到过吗？在院子的外面，这个地方呢要砌一面挡土墙，整个院子里面呢就剩下了很多鹅卵石。我在视频里面我就问大家，那这面挡土墙用砖来砌好些，还是用鹅卵石来砌好些？在视频里面啊，很多朋友回答的都是用鹅卵石来砌这面挡土墙。那现在呢，没办法，整个院子计划有变，鹅卵石呢砌不上这面挡土墙了。我们现在是用的19水泥砖来砌这面挡土墙，究竟什么原因呢？现在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打混凝土的那一天是特别忙的，所以当天我的视频并没有拍得完整。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我们装模是什么样子的，打出来的混凝土就是什么样子的。这边的模板我们已经全部拆完了，现在刚刚浇过水保养，每天这样子浇3到4遍的水，要持续1个星期左右。现在的温度也是非常高的，大概35、6度左右。那天我记得打混凝土啊，天气非常的好，阴天，没有下雨，也没有开太阳。这边打好了混凝土之后，像这里面就需要回填一些石块还有泥土了。然后这边呢，我们就要开始砌砖了。之前我们挖的一些泥呢，全部是堆放在这边，现在又回填进去。这样子每天浇水保养，看整个这个平台呢是非常宽的，有好几十个平方的，更靠近江边了。我们又叫了卖砖的老板，送了几车砖过来，已经全部移到这边的橡胶板之上，马上这边可以开始砌砖了。这边我们准备做一个很大的厨房，加上餐厅，甚至于后面呢，在这边我们要做一个茶室，有朋友过来在这边喝茶。所以整个这一间我们是不打算做隔断的，它这个地形呢是不规则的，所以我们砌砖的过程当中呢，是沿着橡胶板的边沿来砌砖。江面的水又开始变得清澈了。前几天啊，整个江里面的水非常的浑浊。走过去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面挡土墙，现在是用砖来砌了。
大概有1米多高。这些土啊，我们是可以回填进去的。那究竟为什么我们不用石头来砌这面挡土墙呢？实际上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这面呢将近有15米左右。如果砌的太薄，意思呢也就是墙面的厚度不够的话，它的承受力是不行的。所以我们是用砖这样子横着来砌的，整个墙面呢就很宽了，相当于差不多有40公分左右的墙面。主要还是整个院子里面找不到一块石头了，这些鹅卵石我们全部用完了。大家还记得吧？之前视频里面随处可见一些鹅卵石，究竟到哪里去了呢？我们走下去给大家看一下。之前啊，这边也有一大堆，我们都在想，这么多的鹅卵石给它砌挡土墙是挺好的，哪知道等到我们做好的时候才发现，整个院子里面一个鹅卵石都没有了。包括这边还有以前这条马路之上有一些鹅卵石都被我们全部收集完了。这里以前一大堆的。我们首先是把这里的挡土墙砌好了之后，全部用的是鹅卵石，感觉还挺好看的。后面呢，我们在这边立柱和立柱之间是挖了一个深坑，深坑底下我们全部是用鹅卵石加上水泥砂浆来填的，做了一个基础。因为考虑到这面挡土墙还是有这么高，这个基础不做好的话，后期啊它的承受力是不行的。所以整个院子里面的鹅卵石呢，我们全部是堆放了在底下做基础来用了。整个墙面呢就没有剩鹅卵石了，所以只能用砖来砌。而且现在这样的鹅卵石是买不到，只能到处去捡。虽然像邻居家的一些地里面是有鹅卵石，但是不行啊，我们不能从别人的地里面拿过来，别人捡过来也是非常辛苦的。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些底下全部填的都是鹅卵石和水泥砂浆，大概深度呢将近有40到50公分左右，所以这个基础呢是非常结实的。它毕竟啊是一面挡土墙，这面挡土墙一定要做好。挡土墙呢，我们暂时不做排水的，因为上面呢是准备打上橡胶板，全部给它盖住。以后呢，排水是不用担心往挡土墙里面走。这边啊，我们是暂时不砌了，就这样子给它留空。但是这个角落呢，是有个缝隙可以走到里面的。后期我们把这边的模板拆掉了之后，可能这边要做一个基础，然后呢用砖给它封起来。现在这些模板啊还不能够拆，最起码要等到12天左右才能够拆这底下的模板。来到这底下还是挺凉快的。之前有很多朋友说在这边做一个车库，确实差不多吧，也可以做。小轿车的话完全是没问题。但是我们这栋房子啊是没有地方建发粪池的，所以这个位置呢还是要用来建发粪池。停车的位置实在太多了，我们整个院子打好粪泥土了之后，车子是可以开到院坝的。包括这个角落，后期我们给它打上粪泥土了，这边也是可以停车的，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我们的停车问题了。顺便再给大家看一下，看这边的田埂上都很多鹅卵石。以前啊都是邻居家的老宅基地，他们搬走了之后啊，这些鹅卵石呢全部都是用来堆砌这些田埂的。但是我们不能拿别人的了，只能拿我们整个院子里面的，基本上就全部用完了。这面墙呢也都是鹅卵石垒砌的。
整栋房子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每一天都在改造当中，一天天的在发生变化，我相信也是越来越美了。估计啊，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焕然一新的一个面貌了。这是大户不要给人看吗？在家里那个花屋。我妈自己其他人看。不对，咱不对。再干一点，到时花一点，把给。像这面挡土墙砌好了之后，我们外面都需要做一层粉刷，这样子呢，对于砖体的保护会更好一些。而且挡土墙距离外面的马路将近有1米的宽度，这里呢，我们需要回填一些土，然后在这边可以种点花花草草，可以种点菜。之前啊，我们在改造房子的时候，村里面的领导就过来告诉我们啊，院子离马路要留大概1米左右的一个宽度，因为这边靠近江边，以后呢随时会进行一个改造，所以我们就留了这么宽，也是方便大家吧，同时也是方便自己。现在像院子里面的土，我们就可以回填在这里面了。那接下来啊，我们马上要对这栋木房子进行大的改造了。明天呢，准备把木匠师傅请过来了，现场研究一下改造计划。这些水泥砖大家看着是空心的，实际上还是挺重的。19的砖，每一块将近有40来斤左右。那朋友们，这期的视频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我是石头，喜欢的请记得点个关注，拜拜。